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清朝嘉庆末年的时候，在河北的望都县有一个姓晏的大户人家，多年来晏家是宜昌兴旺，繁荣富足，但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意外的大灾难，使得晏家是家道中落。男主人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不久便大病了一场不幸，就离开了人世。晏家也就只剩下母女二人，依旧是相依为命。自从晏家的男主人去世后，村里就有一些个无赖和闲人，趁着人家那晏家只有柔弱的2个母女而总找上门来骚扰。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寡妇门前是非多呀。母女二人一看这种情况，为了躲避这些人，也为了图个安静，万般无奈之下，于是商量后，母女二人便通过亲戚的帮助搬到了另外一个县里，并且很快在那个县里租了一处不错的宅子住了下来。晏家的女儿刚刚年满17岁，名字叫晏永翠，生的是粉面嫩肤，身材是婀娜多姿，让人一眼看上去就感觉是万种风情的那种，反正就是看上一眼就忘不了的那种。这个姑娘晏永翠每天都是住在家中最里边的那间屋子，平日里和她的母亲学做一些个针线活，业余时间有空的时候还学些琴棋书画什么的，因此永翠可以说得上是很有才华的了。有一天晚上该上床睡觉的时候，晏永翠突然感觉到有些个焦躁不安，翻来覆去的在床上是怎么睡也睡不着，似乎心绪有些烦躁。于是她就下床打开了她家的琴盒子，弹了一首委婉忧伤的曲子。一个17岁的姑娘竟然弹出这样的曲子，让即使再不懂乐曲的人听了也能从中感觉出，这个姑娘此时可能是有心事了。是啊，这个如花如梦的年纪。就在曲子结束的时候，晏永翠习惯性地抬起手捋了一下自己额头上的头发，忽然她一抬头，却看见一个年轻的书生站在了她的身边，这可把她给吓了一跳哦。晏永翠连忙厉声地斥责那个书生道：好你一个如此胆大妄为的书生，怎么竟敢如此的无礼？你怎么能在半夜的时候闯进本小姐的闺房呢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还不赶快给我走开！走开！那个书生见晏永翠如此着急，于是便连忙拱手施礼说道：小姐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由于我在白天的时候偶然看见你在花园里散步，就被你的清秀可人的美貌给深深的吸引了，小生也就是在那一时刻就突然的喜欢上了小姐呀。我刚才突然又听到了小姐那优美的琴声后，便更是控制不住自己，所以小生才敢大着胆子走了进去，实在是有些冒昧了。不过小姐，你可知春宵一夜值千金呢？我们又怎能辜负这美好的夜晚时光呢？呵，就见那个书生一边说着，一边还伸出另外一只手去抓那晏永翠的衣袖了。晏永翠一看这个书生竟然如此的大胆，便急忙地回避了一下，并为自己刚才听到那书生所说的话而感到脸红心跳还有恶心。他觉得书生说的有点太过分太直白了，简直是有点让人羞于启齿。他于是赶紧又继续斥责那个书生道：大胆书生，你为何如此的轻佻？请你放尊重些，赶紧给我速速离开这里，不然的话你就会毁了我的名声啊！你快快给我走吧！可是谁知那个书生却毫不脸红地坚持道：如果姑娘你不听我的话，不服从我，那么我今晚就不出你的家门了，我就赖在你这里还不走了呢。这种事儿如果被别人知道了的话，你说你还能怎么来才能保证你自己的清白呢？晏永翠一听这话，简直气得心里是咯噔咯噔的，于是他又赶紧厉声地对书生说道：我说你这个恶毒的书生，我从来都不认识你，和你也向来是无冤无仇的，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来害我？如果你再不走的话，那么我就只能和你拼个你死我活了。当然了，我也打不过你，
那我就死给你看，即使是我死了，也不会让你得到我，你信不信？”说到这里，只见叶永翠一下子就撩起了自己的裙摆，快步向外走去，他是准备以死抗争了。那个书生一看叶永翠果真是来真格的了，便慌忙地上前一把将他拉住。当叶永翠看到那个书生阻止他时，他于是不自觉地一个急转身，握紧住了手中的小拳头，试图去打那个无礼书生的脸。也就是在那一瞬间，他却借着屋子内的烛光，看到那个书生长得是清清白白，十分的英俊倜傥，突然心一下子就软了下来，只是伸手在那个书生的胳膊上狠狠地掐了他一把。可是那个书生却既不喊叫不懊恼，但是也不松开他的手，而是继续深情款款脉脉含情地看着叶永翠，并说道：“小姐全然不知，小生喜欢你真的是千真万确的呀，如果你不信的话，我可以对天发誓啊。”叶永翠面对着眼前书生那如此英俊的脸庞，看着书生那爱火燃烧的眼睛，再听着他那温柔多情的话语，他不禁感到一阵一阵的脸红心跳，而且还在加剧，差一点就情不自禁地跌入了书生的怀抱中。叶永翠于是想，自己都长到17岁这么大了，但是却还从来没有体会到过如此心动的感受。如果不是在晚上，估计脸红的是不是就要像红布一样了呢？此时的他不仅不感到面前的书生很讨厌，而却有点享受其中带给自己的快乐，简直是陶醉在其中了。但是聪明的姑娘叶永翠还是理智地克制住了自己内心的冲动和情感，她于是便情不自禁地拉起了那个书生的手，坐在了自己的床边上。自古以来，无论男女是不是都过不了这一情关呢？所谓的一见倾心、一眼万年等等，再多的形容词也无法表达男男女女那种互生爱慕的心情啊。叶永翠和书生坐在了床边上，手依旧还拉着书生的手，于是他羞涩地对书生说道：“如果书生是真心的喜欢他的话，那就赶紧回家去和他的父母商量一下此事，然后再找个当地的好媒人来自己的家中郑重的提亲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两个人再恩恩爱爱的做一对夫妻也不迟啊，并且到了那个时候可就是堂堂正正的夫妻了，而不要像现在这样偷偷摸摸的，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该成何体统？可是好说而却不好听啊。”那个书生听了叶永翠的这番话发后，觉得很有道理，也很是高兴，于是当即发誓一定要娶她为妻。那个书生说完了这句话，也觉得时间不早了，不和打扰姑娘，于是便和叶永翠拱手施礼告辞，前说会尽快地向家中禀报此事。叶永翠则害羞地拉着那个书生的手，然后把他送到了自家的门口。叶永翠送走了那位书生以后，他当然是激动得了不得啊，长这么大以来，还是第一次有个男子对自己这样如此的倾心，又这么毫不含蓄的表白，而且自己又是如此的喜欢。他于是兴奋地把头靠在枕头上，便幸福地睡着了。叶永翠睡着了以后，便很快地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在梦里，有一位神秘的老人告诉他说，那位书生原来是个男鬼，姓池名童，是个书生，说和叶永翠有前世之缘。那个老人还告诉了叶永翠，叶永翠上辈子名字被称为普娘，她和那个书生池童从小是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两个人小的时候已经私下定了终身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，在他们成年以后，普娘向家里提了此事，本以为家中会同意他们的选择，可是谁知道他那大财主的父亲认为池童家庭贫困，根本配不上他们家的女儿，所以就不同意普娘和池童的这桩婚事。为了断绝他女儿普娘对那个书生池童的一切念头，便派人在那个书生池童前往京城赶考的路上悄悄地杀了他。于是那可怜的普娘姑娘以后便再也没有见过书生池童了。她的父亲便强迫她嫁给门当户对一个有钱人家的公子，可是性格刚烈的普娘却是始终不改最初的心意，
见不到自己的意中人，便一气之下投井自尽了。这下他爹可是傻了眼了，他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。而普娘在自尽后不久，便提前投胎转世了。由于她本来就是一个本性善良的人，所以来世又投胎的也不错。普娘到底投胎到哪里了呢？她投胎到了一个富有的大户人家里，也就是现在的燕家。而燕家的女儿燕永翠便是那个普娘转世投胎来的。梦到这里的时候，燕永翠突然一下子就给惊醒了。她醒来后对自己梦中的情节是记得清清楚楚，可是却情不自禁地感到有点半信半疑起来，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毕竟那只是梦而已，和现实还是不一样的。于是一整天都处于一种神情恍惚的状态。很快天又黑了下来，临睡前燕永翠又独自一个人坐在自己的闺房里，睡也睡不着，是做什么也做不下去，只是疯狂地想着自己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所有发生的事，可是不管怎样想也想不出个头绪来，脑子里于是乱乱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只听到他卧室的门吱吱地响了起来，就见昨天晚上来的那位书生出人意料的又来到了他的房间里。燕永翠见到书生进来了，却是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害怕，而是先直截了当地问他，昨晚上我们见面匆匆忙忙的，也未来得及问公子尊姓大名。那小女子，请问一下公子，你是不是姓池名同啊？只见那个书生听了他的问话，不觉马上愣了一下，然后又立即一本正经地回答道，正是小生池童也。正因为我上辈子与小姐有缘在先，所以在前天路过小姐这里的时候，碰巧在这里又遇见了你。很久以来对小姐是苦苦思念，如今在此遇见，当然是心情迫切，所以昨天晚上我便匆忙赶来与小姐相见。但是因为你我已经分开得太久了，我担心你的各方面恐怕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天真可爱了，于是我便假装成非常轻佻的样子来挑逗于你，结果小祖依旧是原来的模样，小生甚是欢喜，请小姐一定要原谅小生昨日的无礼。燕永翠听后是非常的感叹上辈子和他的夫妻缘分，所以此时的燕永翠也不去管那池童具体是人还是鬼，她的心情都是十分的激动和快乐的。与此同时，燕永翠也非常的同情那书生池童当时的遭遇，并被普娘与池童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所深深的感染和感动着。于是燕永翠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之下，便大胆地对书生说道，池公子，其实昨晚与你第一次相见，我对你也是一见钟情，昨晚我一见到你真的就很喜欢你，现在你和我既然有了前世的姻缘，那么我们何不好好的珍惜呢？书生池童见今晚的燕永翠已经不同于昨晚上了，心中不禁感到是喜出望外，兴高采烈，于是立即激动地跑了过去，一下子就抓住了燕永翠的小手，猛烈地亲吻了一下。当池童看到燕永翠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的时候，他的心一下子就砰砰直跳起来，于是两个人便立即相拥而坐，说着好像永远都说不完的情话。也就是从那天以后，池童便是每天晚上都来到燕永翠这里，他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，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，因此两个人都是感到从未有过的愉悦感，真的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他们当时的心情自然就别提了。接连几天下来，燕永翠一直沉浸于和那池童书生在一起找乐子，所以她的体力逐渐的耗尽，身体和面容也憔悴了许多，甚至有点支撑不住了。燕永翠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女儿如此的状态，便认为她的女儿可能是身体哪里有点不舒服了，所以的便从药店买了一些药回来给自己的女儿煎着喝。又有一天的晚上，书生池童又来到了燕永翠这里，两人见面坐下后又诉说了一下离别之情，是你握着我的手，我也握着你的手，情意绵绵的，那场面真的是好不动情。过了一会儿，燕永翠便对书生池童说，
他们这样下去也并不是长久之计呀。那么他们怎么样才能永远的相处下去呢？他是想和池童能成为真正的夫妻，也好长相厮守下去。而那书生池童看到自己心爱的姑娘叶永翠日渐的憔悴下去，他便深情地拥抱着叶永翠说道：我之所以在阴间里待了这么久，是因为害死我的那个坏人把我埋在了荒郊野外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，而且还在我的身上放了一块大石头。这样的话，那我想投胎自然就是难上加难了。如果没人来搭救我的话，那我就永生永世都不能投胎转世了。再者说，就算有一天有人真的能帮助了我投胎转世了，可是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和我年龄相差的也是非常大的了，你也要等我成年了以后，我们才能够正常的结婚乃至于生子。你想你能受得了这种漫长的非人的等待吗？而那叶永翠听了以后，却仍旧坚定地对书生池童说道：只要你能转世投胎到人间的话，不管有多难，时间又有多长，我都会等你的。如果你现在能够转世的话，那么我也只比你大17岁，只要你那时不嫌弃我老的话，我一定会等你的。快快告诉我吧，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够救你呢？池童听了叶永翠的话，心中很是感动，便告诉他，在南山的脚下有一个1000年多的古柏，在离古柏往东再走20步的地方有一块大石头，他的尸体就埋在那块大石头的下面，还告诉叶永翠要找人把那块大石头搬走，然后把他的骨头搬到山坡上向阳的地方就可以了。两个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，说完了怎么帮助池童书生投胎转世的事，又聊着两个人的未来。不知不觉的，眼看着天都要快亮了，池童便向叶永翠告辞，匆忙地离开了。而那一夜未睡的叶永翠和母亲吃过了早饭以后，他便借故上街买些丝线回来做针线用药出去。他的母亲自然也就没有产生任何的怀疑，便嘴上答应着让女儿快去快回。叶永翠走出了家门，接下来他便花了一些银子，雇请了当地2位老实且诚实的老农，告诉他们随自己去一趟南山帮忙办点事，然后一行3人便直接去了南山。在南山的山脚下，叶永翠还真的一眼就看到了一棵饱经沧桑的古柏。他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以后，便从古柏向东走了20步，找到了那块大石头，于是便请那2位老农过来帮一下忙。但是叶永翠对那2个一同来的老农并没有说出真实的情况，而只是告诉那2位老农，是他的祖先在梦中给他托了梦，让他最近尽快将其尸骨重新选择另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埋葬。所以那2个老农对这件事也没有产生任何的怀疑，只是照着他说的去做了，并且在那2个老农的帮助下，很快就将那块大石头下的尸骨转葬在了附近一处向阳的山坡上。叶永翠对2位老农是千恩万谢，还给了他们更多一点的银子，以表示对他们的感谢之情。起初2个老农不肯收，说多多帮忙而已，后来看到叶永翠是非常的真诚，也便收下了。一切都做好之后，叶永翠才心安地回了家。也就是从那天以后，那个书生池童就不再来找叶永翠了，但是叶永翠却每天都按时的一直在等待着他。就这样1个月后，听说在离他家附近的一位怀孕的老太太生下了一个胖儿子，老2口老来的子那可是给乐坏了，高兴的简直是合不拢嘴呀，并且他们还为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叫满仓。而叶永翠听说了这件事以后，便找了一个借口去看了看。乍一看上去，那个男孩还真的很像他的书生池童呢。而且当那个男孩看到叶永翠的时候，他却笑得咯咯作响。男孩的父母见状是非常的高兴，都对叶永翠说这还是孩子出生后第一次笑呢。而叶永翠当然从心底里知道，这一定是那池童的转世投胎到了这个男孩的身上了，于是便心狂跳着要把那个孩子抱了过去。而那个孩子也是对叶永翠甜甜地笑着，
并用他胖乎乎的小手挠着叶永翠的脸，弄得叶永翠的心里是痒痒的感觉。接下来他便忍不住亲吻了那个孩子，结果那个孩子只认叶永翠一个人了，其他人无论是谁抱他的时候，他都会大哭不止。过了好长的时间，叶永翠才把那个孩子哄睡着了，并轻轻地把他放在了他的母亲的怀里。从此以后，叶永翠便时不时地过来看看那个孩子，其他的时间就自己隐居了起来，耐心地等待着。时间过得也是真快，转眼间那个孩子满仓很快就长大了，能够满大街的到处跑着玩了，是真的很讨人喜欢呢。可是他对别人只是有着一般的感情，但对叶永翠母女两个却很是依恋。他还经常一个人去叶永翠的家里玩耍，当他饿了的时候，叶永翠便还会给他食物吃，当他困了的时候，就睡在叶永翠的床上，一切发生的都是那么自然。不久后来，满仓便长大成人，可是却对比他大17岁的叶永翠是情有独钟，后来更是深深地爱上了叶永翠。而在此之前，叶永翠从未答应过别人的求婚，更别说什么结婚的事了。当他看到已经成年的满仓向自己求婚时，他便不假思索地点头同意了。而且庆幸的是，两家的家长也都很是高兴，谁都没有因为两个人的年龄问题而阻止。于是接下来便找人选了一个好日子，叶永翠和满仓两个人就幸福地结成了夫妻。叶永翠不知道满仓是否知道他们前世的事情，所以两个人结婚以后看到时，满仓没有提那件事，于是叶永翠也便没有说破。两个人婚后是非常的恩爱，生活的是十分的幸福。后来在叶永翠的支持和帮助下，满仓还中了头名的状元，当上了当地的县令。他们二之间的感情也是一天比一天的好。正所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叶永翠和满仓不管是前生还是今世，无论等了多少年，还是走到了一起，自然是可喜可贺的。但是有谁又能发现他们之所以有了今天的幸福，而是与他们的专情和至死不渝是截然分不开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